所以说，你大老远从蓝星把我带过来，就是为了让我来这儿当一个小区保安？没错，红色是抓，绿色是放。为人止步，人类同行。哦，对了，恭喜你啊，鱼汤，通过了我严格的培训，成为了一名高贵的夜班保安。你的工作时间到了，无忧小区数百亿住户的安危就交给你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喂！切，谁家小区会有300亿人啊？真会吹！我操，美女你谁呀？可怜的小保安被困在里面很不舒服吧？手册上不是说保安室很安全，能防备外界绝大多数攻击吗？我这就来带你走，来当姐姐我的收藏吧。来人啊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新手村刷 BOSS 啦！收到呼叫，清洁队竭诚为您服务。我已经记住了你的味道，还会来找你的。你是我的，躲不了。呼，得救了。唉。清理工作已完成，对方为恶魔系列伟人，归属中立阵营，我们会对他进行罚款和监禁。本次行动，您获得的报酬为200。报酬是什么意思？我该怎么样去花这笔钱？哎，这都什么事儿啊？上班第1秒就遇上了个魅魔。我最近谈了恋爱，我女朋友住在另一个小区，相处的太……我就忘了时间。看起来像个正常人，不过还是验证一下比较稳。麻烦你转一下身，跳跃一下，然后再挥几下拳。好的。接下来是挥拳。怎么样，保安先生？我可以进小区了吗？就算废土文明的人类有改造身体的习惯，这表现也太邪门了吧！我操！你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还不开门？又裂了！说好的安全屋很安全呢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新的 BOSS 堵门了！收到呼叫，清洁队竭诚为您服务。太可怕了！这回怎么直接把这 BOSS 给融了？清理工作已完成，对方为恶魔系列伟人，归属敌对阵营，我们已对其进行了彻底消除。本次行动，您获得的报酬为150。阵营是什么意思？怎么判断的？你们能识别伟人吗？为什么还需要我来安检？第一天上班就这么刺激，我还能活着见到明天的太阳吗？算了，还是先了解了解无忧小区的情况吧。无忧小区中有400多亿个房间，至少有300多亿业主是普通人，另外那些就厉害了，有搞黑科技的，有修仙炼丹的，真香；有修炼斗气的，斗之力3段；玩魔法的，阿瓦达啃大瓜。嘿，朋友，能麻烦开个门吗？我是刚搬过来的，因为路太远，所以晚到了一会儿。这是我的临时居住证。洛阳，男，16岁，暂时居住在1166-404号房，星辰体系修仙者，实力是炼气6层。感谢你刚才的配合。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以你的实力，夜晚待在外面，危险程度如何？我的实力还算可以，在外只要小心一点，出现生命危险的概率不大。偶尔遇到一些落难的人类，我还有能力顺手救一下。哦，多谢。炼气6层就敢在夜晚活动，那是不是说这伟人世界的夜晚也没我想的那么危险啊？你可以进去了。那我就进去了。对了，我师父在人类联盟有兼职，我给你留个联系方式吧。
某修仙界筑基老祖的联络符，若为人族一员，遇到妖邪系列伟人时，手握符箓大喊“老祖救我”，概率引来特定筑基老祖帮忙。噗，筑基老祖是什么鬼？其他修仙体系的大佬知道了，难道不会有意见吗？别紧张，新来的保安，我是官方认证的神秘商人，来看看我的商品吧，你肯定会喜欢的。这6个级别的盲盒虽然不便宜，但都很有用，本次限购1个，还有与外界的沟通工具和房屋装修免费赠送。青铜箱子3块，白银30，黄金300，我还能买得起。按斤以上的价格就有些离谱了。你可以用沟通工具上网、打游戏、购物、点个外卖什么的，房屋装修就更必要了。除了舒适性升级外，还会帮你升级这玻璃的强度。玻璃强度就是保安的生命线啊！那还说啥了？买，给我来一个黄金箱子！哼哼，交易愉快。憋了一晚上，终于有厕所可以上了。保安是我的工作，那保安室就是公司。也就是说，我冒着生命危险工作了一晚上，挣到钱后，花钱把公司装修了一遍。谁家好公司付费上班的？哎，舒服。特拔同文明制造的数据检测眼镜，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，戴上试试看。不摘就跟不存在一样，这才是真正的隐形眼镜啊！手机倒是没啥特别的，也只有几个常用的 App。先上论坛看看伟人相关的信息吧。敌对阵营的伟人对人类充满恶意，即便是白天，也会在阴暗角落袭击人类。他们以吃人和害人为乐，把人类当作下等的牲畜。中立阵营的伟人处事有一定准则，夜间在外遇到时，只要付出一定的代价，有时还会保护人类一晚。小哥哥，来玩啊！有防阵营的伟人会与人类进行交易，虽然他们总会坑人，但运气够好，你也能从他们那里获得利益。这几个新闻好像跟我有关啊！今日新闻：无忧小区目前有了新保安入住，成为了高档小区，房价开始直线飙升。某著名收藏癖魅魔因想对无忧小区新保安强行集邮，已被抓捕进伟人监狱。目前认错态度良好，如果有人保释，应该能很快出狱。如今年轻人不愿意工作，主要是因为社会福利太好。我已向人类议会提议，全面推广强制付费上班制度，以及18小时工作制，并向躺平的年轻人收求存费、躺平费。这专家怎么看都不像人啊！难道说伟人已经融入人类社会了？困死了，先睡一觉再说。这是我的体检报告，好像有熬夜和不太爱吃饭的毛病，很影响健康。什么鬼？熬夜不是因为工作吗？不吃饭不是因为穷，点不起外卖吗？90多亿条留言，业主们这是有多少话想对我这个新保安说啊？哇！请将你的身份证明放置好，还有，能解除装甲吗？挺尽职尽责嘛，新人。不过我可不是来避难，而是来帮助你的。鉴定。警惕性还挺高，不过鉴定道具品级差了点，想看透我的战甲还不太够。我是已在幸福小区任职2年的保安罗米。新同事，你是否有很多疑惑？作为前辈，我会一一为你解答的。请讲。
有数百万个健全的文明在这个世界里成长。人类原本是在其中艰难生存，直到仁慈的太阳神，也就是带你过来的那位，建造了一片结界。太阳神的本体高悬在天空上，白天无差别清除着混入结界的伟人，人类才得以发展。每一个成长起来的人类也都会主动前往结界外，为人类守护家园，让太阳神能够短暂下班休息。于是才有了白天黑夜的变化，有了分辨伟人、守护小区的保安制度。你的命远比自己想的珍贵。在有防身能力前，我不建议你出门，因为上一任无忧小区的保安就是这样死在外面的。你的眼睛充满谎言，是你杀了上一任保安，对吧？好啊，你有鉴别谎言的道具对吧？早说不就好了，我就不浪费情绪去表演了。所以，你这么快就来找我，是想先把我骗出安全屋，然后再开始你的计划吗？不，难道你以为在保安室里就是绝对安全吗？你才刚入职，较强的伟人还没有收到风声，不会特意过来。普通的伟人打上一拳玻璃都会被活活震死，你当然会觉得一切安心。真正的伟人强者，每次打在玻璃上都会引发震动，甚至能将玻璃打出泪痕。那一次，如果不是我及时放行，很难说我还能不能活。所以你是一定要出门寻找防身道具的，根本不需要我骗你出去。不对劲，这10分有9分不对劲。为什么人家2年遇到一个精英怪，而我开局差点被2个 BOSS 打死？举报一个伟人，最多也就赚1块，根本买不起神秘商人的道具。有那功夫，不如给我交点保护费。交了钱，以后就是自己人了。小区附近出现伟人的频率是固定的吗？会不会有强弱不固定的情况？有保安的小区会吸引伟人，附近的伟人强度只会越来越高。你第一天遇到的情况，就是这辈子最简单的一天了。保护费要交多少？1个月30人类贡献点，我也不逼你。如果总收入不到50的话，我允许你只交收入的1半。哦，好，我交。看来你你同意了？对，我同意了。有问题？无忧小区附近的强度有些离谱，如果我死了，他总不能找一个尸体要钱。如果能活下去，1个月30块就当扶贫了，先稳一手总没错的。不得不说，在我见过的保安里，你是最识相的一个。毕竟那些不识相的都死了。你可以加我论坛号，我在里面发布了不少生存攻略。付费帖，第1个月的保护费就给你打个8折吧。下个月我会再来。罗大哥虽然又穷又坏，但好歹还是带来了不少有用信息的。他那么穷都买得起钻甲，那我应该也行。唉，嘿嘿，前途一片光明啊！我操！什么情况 ？BOSS 刷新了！打完了，清理工作已完成，对方为机器系列伟人，归属敌对阵营。我们已对其进行了彻底消除。本次行动，您获得的报酬为0。老祖救我！混元乾坤手！老祖，请老祖收我为徒。你是个好孩子，可惜没有修行天分。起来说话吧。恶魔系列的伟人由勇者们负责，我无法彻底杀死。下回他再过来，就用这个。看来也是个跟符箓一样的召唤类道具啊。我的时间不多了，出门太急，也没带什么东西。这些东西你先凑合用。多谢老祖。
自然羊肉味辟谷丹，常规疗伤药，还有非常规疗伤药。这就是老祖的含金量吗？清理工作已完成，对方为恶魔系列伟人，归属敌对阵营。我们已对其进行了彻底消除。本次行动，您获得的报酬为230。居然连老祖的功劳都敢抢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舔一口或者刮一点辟谷丹的粉末就能吃饱？牛逼啊！这是筑基选手应该有的表现吗？有问题，这个星辰修仙体系绝对有问题。罗密在论坛上有一篇付费贴，就是说星辰修仙文明的，付费看看。星辰修仙界主修星辰法，炼气者炼天地之气，与天地共鸣，一念间呼风唤雨，移山填海，炼气圆满，可借天地之力纵横一界。筑基者炼化一方世界为基，自化星辰，授予天齐，身可度虚空，力可破星辰。金丹者吞耀日之阳入体，身怀恒星之力，不受力劫无缘之扰，光耀万界。星辰修仙者虽然人少，但全是数值怪，如果能够有幸结识其中前辈，那你将拥有最大的靠山。好家伙，筑基约等于别家仙人了，难怪敢称老祖，这体系就不是给普通人修的。那是洛阳，还有人这么不开眼，敢跟天下无敌的炼气期吵架？这大小气派，人家洛阳，这个就太神圣了。喂，里面的小子，听得到吗？外边的设备白天都是关闭状态，能强行连接的肯定不是普通人。不过跟我洛师兄吵架的，应该不是什么好人。先听听看。我们是人类议会麾下伟人研究所对外常务负责人，我这里有一笔生意想和你谈谈，保证你绝不会亏。有个对阳光产生了抗性的邪祟，从我们实验室逃了出来。我们本想拜托洛阳阁下处理，但他恰好要外出办事。我们会在附近布下陷阱，把邪祟吸引到这边。你只要牵制他5分钟，邪祟就能被陷阱回收。无论成功与否，我们都会支付你1000贡献点。为什么不直接杀了？万一他跑进小区，岂不是很多普通人要遭殃？当然不行，这只特殊邪祟很宝贵，极有可能引发学术界的重大突破，远比几个普通人的命重要。如果他有发狂的迹象，您完全可以将他放进小区，他吃饱了就会离开。这些老头看来只关心他们的研究啊。洛阳刚刚的眼神，应该是准备藏起来偷偷击杀邪祟吧？我怎么相信你们？我可不希望像个小丑一样白忙活一场。我们先付200定金，如何？200也行。那晚上就看您表演了。今晚过后，我们一定会在论文上提到你的名字。只要在陷阱发动，洛阳出手前解决掉他，他就没机会发育，也不会牵连到洛阳了。收到呼叫，清洁队竭诚为您服务。清理工作已完成，对方为妖邪系列伟人，归属敌对阵营。我们已对其进行了彻底消除。本次行动，您获得的报酬为5。啥玩意儿？5点？这邪祟怎么会这么弱的？多谢了，那800贡献点我会补偿给你的。你是个好保安，好好活着。喂。好，对，我的错，我是笨蛋，我是白痴，我活该当一辈子穷人。尾款不给就算了，还是刷会儿抖机灵短视频，弥补被喷的精神损失吧。这主播是个勇士啊，大半夜的竟然敢搞户外直播。家人们好啊，熟悉的午夜12点，熟悉的城市边缘，我是你们最爱的主播实习勇者季伯长。今天主播要带你们去会会野生魅魔。
要不是无忧小区新保安入住后房租暴涨，我一个修行者大晚上不在家睡觉，何必来荒野拼命啊？家人们点点关注和打赏，送主播几个不要钱的小心心，我带大家见魅魔。家人们，有情况，前面有一个看上去没被破坏的电话亭，里面有人，我来验证一下，看看他到底是不是人。哦，看来圣剑没有感知到邪恶力量。快跑啊，主播！鱼汤不好喝，不用担心，你不了解我的高仿圣剑，它的验证功能很可靠。来玩啊，小勇者！我操，真是魅魔！不要啊！我不了解圣剑，主播你也不了解魅魔啊。魅魔是不杀人的中立阵营，熬过这夜以后，他应该不会缺流量了。这个主播有点屌啊，居然用螺纹钢和航母阻拦索钓鱼。看评论，好像是个自创了鱼18钓的普通人，能钓起万斤大鱼。这门钓法还获得了高武世界大佬的肯定。现在有很多武者搬过去钓鱼，想要将钓鱼佬主播的钓法和武学融合。你好。我叫楚天，这是我的无忧小区临时居格证，我有些事想和你谈谈。我是长生小区的保安，长生市靠近大海，小区里有很多出名的钓鱼佬，网上都能查到。又一个小区保安，来自蓝星。我刚看的钓鱼佬不就是长生小区的吗？不过蓝星好像是个屏蔽词，什么信息都查不到。有什么事？我想问一下，你也来自于蓝星文明吗？我来自无忧帝国。一个在100多年前完成了世界一统的常规科技文明。抱歉，我是太久没见家乡的人了才这么问。我来自于蓝星。那年过年在房顶看烟花的时候，有个人问我有啥愿望，我说想体验体验前所未有的人生，然后就被带到伟人世界来了。后来我联系了一些来自蓝星的保安，但却发现他们都是来自不同的蓝星，有不同的文明体系，但大家好歹也算半个老乡。于是我们就一起形成了一个互助联盟。上一任无忧小区保安就是被隔壁市的保安罗米杀死的。为了防止你遇害，我就抓紧赶过来了。你可以加入我们，只要把力量集中，就算是罗米等人也不敢太过分。我见过罗米，为了活命，我选择了上交保护费。你不怕我和罗米是同类？来之前我们预测过，招揽你的行动对我们来说是上上签。不好意思，刚胡说的。其实我也是蓝星人，所以这个老乡会怎么加？深渊派对邀请函，使用后仍可随时进入虚幻空间参与派对。进入派对空间时，身体将处于浅睡眠状态，撕开即使用。进去看看吧。我这是变成和他们一样的火潮人了。群聊里到底有多少人啊？我怎么感觉到处都是新面孔？派对主题每天刷新，又不要求主动公开身份，那可不全是新面孔吗？昨晚我城市这边闹丧尸了，可吓人了。你们那边怎么样？丧尸？该不会又是伟人研究所搞的生化实验吧？那群老东西是疯了吗？正常，最近他们还放跑了一个对阳光有抗性的邪祟。要我说，这个伟人世界迟早得毁在伟人研究所的手里。我这边来人了，先下了。早死早超生。这同事们都是些乐子人啊！快走快走，收破烂的老六上线了，大家都快去交易区，看能不能淘到宝贝！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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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，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兄弟们，是我，你们最爱的老六。老六，我又来给你们送福利了。这里的物品都是投影，下单后1-2天内就会送到你们的保安室内，各位请随意选购吧。盗版基因强化药剂，售价20点，55%概率拉肚子，2%概率原地暴毙。这物价本来是想过来抱大腿的，现在看起来好像我才是大腿啊！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我们早就应该找一个中间人了。不行，中间人每天要面对高达几10贡献点的诱惑，
就连贪欲值只有30的上一任中间人，都在短短几天内被金钱腐化了。不如让我来当中间人怎么样？每天近100的贡献点收入，还诱惑不到我。你在说什么？交易区的规则是不是不灵了？这都不算说谎吗？可能他吹牛的功夫已经到了化境，高明到了能够自我催眠的地步。这样吧，这边有10几位保安，你们每个人原地摆摊卖1块石头，标价10贡献，我给你们都买了。你们帮我宣传一下我当中间人的事儿，每天入夜前我都会抽空上线。我没有石头，能卖苦碴子吗？爸爸，买我的！爸爸，买我的！爸爸，买我的！没想到啊，这群同事们日子过得这么惨，区100多点，就让年仅18的我收获了10几个儿女。难得平静的一天啊，睡觉。我要去荒野几天，伟人们最近会有大动作，你自己小心。有危险就呼叫我师傅，来回一趟对他不算麻烦。业主们在论坛留言还不够，居然还贴了这么多小纸条。洛阳去荒野了，难道是发现异常了？唉，不管了，先吃饭吧。吃得好饱啊！这条新闻说的是昨晚那个主播吧？今天早上，某实习勇者知名网红被人发现在医院门口昏迷，检查后发现其盆骨碎裂、海绵体损伤、肾功能衰竭。该网红拒绝接受采访。据悉，他是在夜间户外直播时，收到了知名魅魔收藏家的突然袭击。伟人女性权益保护协会呼吁大众消除对魅魔的刻板印象，魅魔也有贤妻良母，不要因为个例上升群体。这主播命挺大啊。有人来了。有点眼熟，好像昨天也来贴过纸条。连面都没见过就示爱，看来爱的不是我，而是我高贵的保安身份。搜搜这个物质的女人什么来历？万一是那个逃出实验室的邪祟本体呢？不是，这人有病吧？这副身躯可是我冒险吃了假名媛、绿茶和海后才总结出来的。怎么那该死的保安好感度不增反降啊！攻略进行的怎么样？我把你从研究所救出来，可不是为了让你吃自助的。攻略很顺利。你的语气可不像很顺利的样子。不过无所谓，计划延后了。洛阳发现了我们的动静。最好等他离开无忧室，我们再继续行动。不能直接杀了吗？你信不信？前一秒洛阳重伤垂死，后一秒混元乾坤手就从天而降开始洗地了。原来是因为对方有背景啊！伟人这行看着也没什么前途。你慢慢攻略吧，只要能在计划开始前1晚进入小区，用血迹打开空间门，那毁灭无忧室这天大的功劳一定会有你一份的，记住，绝对不要暴露。这女孩果然有问题，2天前突然来无忧室，无亲无故没租房，只在小区门口和各种阴暗小巷或角落出没，还匹配不到任何活人户籍。智慧如我，一眼就看出她不是人。这大白天的，打电话让执法队去解决，再合适不过了。喂，无忧室执法队吗？你好，查水表，麻烦开门。查你妹的水表！水表不一直在外面的吗？不对劲！放下武器，马上投降，争取宽大处理。老大，地下室全都是人骨，是最近失踪的那些人的，意料之中。我是研究所实验体，把我送回研究所，他们会花钱买我，杀我没有任何。声音真难听。老大，这2个伟人看数据，好像确实是研究所那边的，关我屁事儿。我们和研究所又不是一个体系的，还用关心他们的意见？净化了拉倒。这么快就解决了？
才20贡献点，看来不是什么大事。正在进入深渊派对，今日主题：动物城。我说楚天，真的会有中间人吗？我可不信有谁的意志力能够经受住诱惑。希望你在听说他不收任何手续费，还在交易区现场包了100多贡献点巨额红包的事迹后，还能坚持己见。多少？那人疯了吧？100多都够淘换几件宝贝了，打广告也没这么打的吧？更何况他还不赚中介费。即便是我们这种资深保安，一个月顶天也就赚个70点啊。谁知道呢？也许他就是想单纯的为人民服务呢。做好事还需要理由吗？如果是这样，那你们的世界也太可悲了。你们这是什么眼神？我就是昨天那个中间人啊。抱歉，这位于先生，贸然打扰，我是带他们来谈代购生意的。别废话了，我的身份要隐藏，我们直接找一个私密空间，制定相应规则。我是为了帮助保安同事才当中间人的，你们最好别搞事，否则我一定会让你们知道什么叫权力和背景。中间人先生，你可千万不能跑路啊！那可是400贡献点，这笔巨款到你手里，你竟然没有任何情绪波动，你能感知到情绪？这是老六教我的功法，我特意找来2位交易者，就是想看看你面对400贡献点巨款的反应。作为我试探你的补偿，这本老六功法送你了。能感知情绪的功法，确实很适合保安，那我就笑纳了。我没恶意，单纯好奇啊。你身上到底有多少贡献点？没剩多少了，主要是挣得快。要不是抱上了大腿，我都不知道死多少回了。如果是靠拼命来赚钱的话，这笔生意能不能加我一个？我最近摊上事儿了，很缺钱。我这情况好像没办法模仿。你要钱想干什么？缺多少？我有个朋友，就是长生市最有名的钓鱼佬，他被大鱼拖走了。我需要1000贡献，在老六那儿买一身2手战甲去救他。老六有罗米那样的战甲，才1000贡献，购买有限制吗？我现在能不能预定一个？现在预定，你口中的没剩多少是……算了，这东西没法代购，你得自己去他的城市购买。我是无所谓，但对你来说应该算是暴露了身份吧。也是，我让老六给你留一个，剩下的你慢慢想。话说回来，你能再等1天吗？等我学会老六功法再见面。我验证完你的情绪后，就可以借给你了。真的？花这么多钱，冒着那么大的危险去救那个钓鱼佬，很多人都说这不值得，都说没有必要。可他是我的朋友，是个很纯粹的人，不应该就那么死在外面。感谢您的许诺，我楚天发誓，人呢？这片空间待久了会影响个人情绪，大家不要贪玩，有时间记得下线睡觉。看来以我的天赋，想把老六功法修炼圆满，至少需要300年。牛马又该上班喽。我出去见我的学生，回来的路上摔倒了，大家都不敢扶我，所以来晚了，对不起。麻烦转个圈，挥打一下拐杖。好的。科尔达西克托利亚。什么？像你这样的大恶魔，对吃人没那么执着吧？如果你继续纠缠，我手头有能召唤满级勇者的道具，你要不要试试？我不是什么恶魔啊。对了，留言，我孩子给过你留言。快天黑的时候，我给孩子打过电话，他应该在线上留言了我的事儿，你可以查出来。只要他今天死在外面，保险的30万数字货币赔偿我们可以全部给您。这对于我们来说是解脱，对他来说也是解脱。解脱吗？只要下红色按钮，他们一家就都解脱了。你可以进去了，你儿子确实留下了留言，证明了你的情况。我能问个问题吗？不能，安安静静的回去睡觉，就当是普通的一天就好。不，我想你误会了。魔王化身7阶生命体，承载着魔王的部分意识和力量。我想问的问题是，就这么放我一个魔王化身进入小区，真的好吗？为了正义！哎呀，和
何必那么紧张呢？这一次我可没有强迫你。你看，小区的入口都打开了，可我并没有进去做什么。我是个好恶魔来着。不是，勇者呢？你在等人吗？哦，对，你能召唤那个很能打的修仙者，而且还自称有满级勇者的联系方式，我真的好害怕哦。老祖救我！他们收不到消息的。我用偷出来的魔法技术，把这片区域结界内外的信号阻断了。已经认命了吗？认命是对的。我喜欢你，你求我的话，我会饶了你哦。我不喜欢你，你求我，我也不会饶了你的。混元乾坤手！不必担心，我每秒钟都会进行一次信号确认，一旦你的信号失联，我就会直接过来。老祖好像把托利亚的污染也一并消除掉了。本次行动，您获得的报酬为1050。除掉中间人押金400点外，我还有2123点，不知不觉已经这么富裕了。这托利亚也太阴险了，我还得再提高鉴别伟人的能力。在担心什么？谁？别担心，我叫米娅，人类魔法文明预知勇者排行榜第368名的在职勇者。我们队长在忙，所以让我过来。你是听到我的呼叫才来的，抱歉，让你白跑一趟。作乱的恶魔已经走了。是我来晚了。经过我的祝福后，你的道具现在也是正版的勇者套装了。非常感谢。在你来之前，我正在烦恼该怎么更好的识别伟人。很抱歉，你并没有成为勇者的天资，所以我只能祝福道具，不能直接把能力给予你自己。好的，感谢你的解释。我知道我天赋不好，不过也不用一遍遍扎我心吧。是传送出问题了吗？我作为预知勇者，却无法治愈身上这丑陋的伤势，你针灸一点也不好奇吗？我叫米娅，长期在结界外的战斗，使我萌生了退休的想法。与其他修行者因实力过强，无法长期停留不同，勇者可以转移世界祝福，从而回归结界内。因此我盯上了无妖小区的保安，他能被星辰体系师徒认可，绝对是个好人。所以我计划用外表与身份的强烈反差，勾起他的好奇，让他在了解战场的残酷后，劝说我退休，然后装作毫不在意的哈哈一笑，说上一句你想接我的班，可你天赋可不够，你要是能找到适合的继承人，那我就退休。如果顺利的话，等下次见他，我就有合适的接班人了。可没想到，这保安他是一点不按套路走呀。所以，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，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。我的伤全是装的。我理解主动辞职会面对不少压力，但如果我完不成你的计划怎么办？会成功的，因为上一任预知勇者就是委托保安找到了我这个继承人的。好吧，我会帮你留意合适的人选。你答应了，太好了！我的队友们快被打死了，再催我回去治疗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这副眼镜多了翻译功能，鉴定能力也强了几档，能扛导弹的窗户，宇宙贵金属电线，普通木头床，聚酯纤维蚕丝被和下凉被，卫生间残留的鱼汤基因。只存在于黑洞中的贵金属电线拥有超光速的物理性质，往往被用于制造武器、飞船，拳头大小就能够买下一个星球。我是保安，不能监守自盗。醒醒，
保安们都穷成什么样了？老实干活能追上反派的发育速度吗？还是先去问问老六，最近电缆卖什么价吧。好家伙，原来老六小区的前任保安就是售卖工作设备，被扔出保安室而死的，还是稳一手比较好。什么东西？啊！布鲁德·坎特洛斯，男，35岁，魔法文明，和母亲居住在9082-517号房，炼金工厂流水线工人，死于炼金学徒违规操作。传闻说是炼金工厂老板在做非法药物实验，被他们撞到真相，所以杀人灭口。但执法队什么都没查到。我能进去吗？你知道你现在的状态吗？或许你拥有人类的记忆，但你不是人类。我知道，我已经成了怪物。可我有母亲，母亲老了，她……该对象情绪为真，死亡是你的归宿，也是解脱。另外还有个不幸的消息要告诉你，你母亲也已经死了。不可能！我母亲虽然老了，但身体健康，至少还有几年可活。信息库里说，你母亲得知你的死讯后，死于急火攻心。请问你还有什么遗言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母亲很健康。狗屎！我不信！最后一遍，还有遗言吗？我知道了，是卡尔，是卡尔那个狗东西，我的那个老板，我想起来了，是他杀了我，他一定害怕我母亲找到真相。卡尔，他在救援会那边有关系。是他上门杀了我母亲！你的死或许另有隐情，事后我可以找人帮你查查。但现在，你该安息了。不，等等，放我走吧！我不能就这样死掉。我母亲是卡尔杀的，我必须得去杀了那个畜生！我知道我现在是个怪物，我害怕杀了人就无法回头。所以没第一时间找卡尔复仇，可我母亲还是死了。我一生都在努力工作，结果呢？我老婆跑了，父亲讨要薪资被打去世了，最后我也被老板害死。我是怪物，我该死。可我们在是人的时候也没有好过。这个世界真的有把我们当国门吗？人类的政策由议会调控，律法由执法队来维护。我只是个辨别伟人的保安，我不能把情绪带入到工作中。这个世界或许很糟糕，可秩序终归存在。有很多人都在尝试让世界变得更好。尊敬的执法队，我是热心市民无忧，我举报炼金工厂厂长卡尔违法犯罪。你们或许可以在城市下水道发现卡尔隐匿的犯罪证据。跑啊！你怎么不跑了？大哥，一笔钱而已，我还你就是了，没必要这么赶尽杀绝吧？还我！醒醒吧，卡尔！敢骗我罗密的钱，你必须死！不就是卖了你一瓶假药吗？我都愿意赔你钱了，你为什么还不放过我？我买强身药剂，你的黑店卖了我一瓶掺了尿的海鱼体液，不仅致死率高达50%，还特码有尿骚味儿。你可真该死啊！要不是有鉴定道具，老子就死了。老子去退货。你那手下不下跪道歉就算了，还吓唬我说大老板卡尔手眼通天，让我这种小瘪三识趣点儿。我说，就他妈你叫卡尔啊！昨天后半夜，著名炼金术师卡尔全身骨骼碎裂，惨死在幸福市城市边缘，身上还检测出一些屎尿混合物。虽然执法队没查到卡尔的犯罪证据，不过史莱姆也算大仇得报了吧。哎，这主播不是去荒野找魅魔那个吗？啊，家人们，我是你们的季伯长啊。其实那晚都是因为我没吃晚饭，只有平时1/10的实力，才会被小小魅魔拿捏。全盛时期的我绝对无惧。经历了那一晚的蜕变，我的勇者之心已经坚如磐石。我决定去参加勇者的试炼。
实习勇者只要通过考核，就能获得一件真正的勇者装备，成为一名真正的勇者。嘿，哥们儿，你是大网红吧？我儿子也很喜欢主播，你有多少粉丝啊？我也就有点流量而已，平时直播冒险什么的。这么巧，我儿子喜欢的那个主播也是这个赛道的，就是挑战魅魔失败，被魅魔给那个了。大哥，要不咱换个话题吧？还没到勇者车练场吧？没，你点的是拼车，还有个乘客1分钟后到。哎呀，原来是我不小心点了拼车啊！我操！美女，你要去无忧小区，你旁边那位乘客要去勇者试炼，我先送他可以吗？你要去勇者试炼？我要去吗？你不去吗？大网红，你该下车了，预祝你考核顺利。很好，他没注意到我，就这样勇敢的下车。季伯常，你可以的。他没注意到我，不对，他放着我不看，居然在看司机。客人，你脸色发白，不会低血糖了吧？美女，麻烦你把糖递给他。你不是要去参加试炼吗？吃了糖就快走，别在这里浪费时间。你确定还要继续坐车吗？我可是拿捏过魅魔的男人。你不想看看如今的我有没有成长？就算你对我不感兴趣，你难道就不想在人来人往的勇者试炼会场休息室里试试我的勇气吗？什么情况？不是勇者试炼吗？在休息室里试的哪门子炼？我操！是魅魔！主播本来都要下车了，还回来将魔引走，是想保护出租车司机？无忧是执法队吗？我是热心市民无忧啊！我要举报，勇者试炼场有魅魔混进去了。保安先生，我们向您致以诚挚的歉意，希望上次合作的不愉快不会影响我们之后的合作。原来是有个能抽取生命力的变异植物跑了，又想花1000贡献找我帮忙啊！说是用于能够帮人长寿的研究，还特意提到上面有大人物很关注。那他们研究的恐怕是怎么通过植物抽取普通人的寿命，帮助大人物延寿吧。合作搭上大人物的线，好处多多，拒绝恐怕会成为他们的绊脚石。我鱼汤可怜弱小又无助，既缺钱又没有大腿可抱，我又有什么理由拒绝呢？终究只是个新人保安，在意识到我们这个世界不好混后，向利益妥协只是时间问题。所长神机妙算，智计无双，一切都逃不出所长的谋划。行了行了，你们几个马上去无忧小区外布置陷阱。顶替卡尔的联络人找好了吗？新生命药剂需要几个志愿者？还在竞价阶段。您说过，我们只和出钱最多的那个合作，尽快开始人体试验。上面的大人物已经在催了，不能拿半成品药剂交上去。自从我怀疑父母的死与研究所有关，我考进这里几年了，都混成了所长的半个心腹，掌握了他们无数的犯罪证据。可了解的越多，我就越明白研究所的可怕。恐怕我刚举报，下一秒负责人就得拿着举报信来找我。你们疯了吗？知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让你们领头的出来见我！执法队根本得罪不起研究所背后的人，不然我早就把证据上交执法队了。我是无忧市特别执法小队队长叶长空，我们接到举报，说你这里有非法实验。你们，证据确凿了，动手封存证据，放下武器，举手投降。谁敢举报我们？谁能举报我们？你们知道我背后是谁吗？狗屎的执法队也敢！我不管你是谁，也不关心你背后是谁，你真有能耐，我也不会出现在这儿。你背后的那些大人物们估计也自身难保了。为了抓你，人类议会的议员们都下场开了紧急会议。你以为你能逃得掉？你得罪的人背景可不一般，至少能和人类联盟说上话。再见了，米娅小姐。晚辈恭送老祖。研究所，你能联系上的人物再大，也不过人类议会罢了。而我这边可是有人类联盟的大佬罩着，一群恶人还敢跟我比关系硬。哦，对了，好像答应楚天要借钱给他救钓鱼佬来着，该上派对看看了。
你体检报告上这个虚弱是怎么回事？是太久没吃饭了吗？虚弱，这个就是那种我房间里有一个女仆机器人，这是正常的。这种机器人很便宜，保安买它是有折扣的，而且保安一个人也会就很孤独。停，虽然这里无法说谎，但你描述的这么详细，很难不让我怀疑你有啥特殊癖好。贡献点转过去了，这张请假条会在2天后快递到你那儿，算是我的感谢。小区保安的请假条使用后可以进行一次为期24小时的请假，也就是说，我能离开保安室了。刚看你在喊楚天，你是中间人吧？我昨天是老虎，他是昨天的金钱豹。我们的交易已经完成了，你看。哦，好的，这是你的贡献点，一共400。这就行了。我是说，你不需要我去证明一下我是我自己之类的。一点小钱没必要，真给错了我自己赔就好。不过你提醒的对，以后1000贡献点以上的生意得正式点。我白天还有兼职，先下了。我回去打点一下，为下个月代购做准备。看你一副不缺贡献的样子，我劝你代购一套鱼竿。鱼竿？没错，听说有2位刚被查办的大人物，他们手下将所有赃物喂给了海边的变异鱼，沿海城市马上就要有海钓寻宝的大活动了。你的消息比百事通都灵啊！我就是百事通。那是什么？魅魔的猎物标记。魅魔对你说，今晚我会来找你哦。还有王法吗？大白天都开始闹魅魔了，还是找季伯长这个懂行的了解一下吧。抱歉，季伯长先生，这件事我们真的没办法处理，要不您找媒体求助一下。开什么玩笑？你们执法队不管伟人的吗？他大白天作案，你们不管？魅魔们属于中立阵营，你的情况很难办。中立阵营的伟人就不是伟人了吗？凭什么他们就能随便袭击人？他也没随便袭击，网友都录视频了，是你拉着他主动走进房间的。我不主动能行吗？我好歹是个实习勇者，我不主动，出事的不就是司机了吗？那司机还有家庭，他没了清白要怎么活啊？别，你不要这样。哎，这件事真没你想的那么简单，你自己看吧。人类联盟提案，将部分魅魔划归到友好阵营，允许魅魔持证上岗合法经营特殊职位，满足魅魔天性的同时，与人类互惠互利。2次袭击你的魅魔收藏家，就是首位考取相关证件，可以在阳光下行走的魅魔。真打官司的话，别说赔偿了，你甚至应该付钱给他。我知道了。铁杆粉丝鱼汤不好喝说他被魅魔收藏家盯上了，问我应该怎么办。闭上眼，安心享受。朋友们，我要出发去荒岛就钓鱼佬了，那里信号不好，有机会再联系。好看吗？恶魔的身体蕴含无数奥秘，想不想看得更清楚一些？我们谈谈如何？只要你以后保证不再骚扰我，价格你开。如果你的晋升仪式必须要一个保安配合的话，我有一个保安好友，他叫罗密，相貌非常英俊。为什么非要拒绝我？我可是能变成任何你喜欢形象的魅魔哎。为什么非得是我？为什么不能是你？你要真是魅魔收藏家，我也不是受不了这委屈。可你呀，头顶这角分明是托利亚的吧？为了正义！抱歉，来晚了，天外战场的压力变大了，我们一时之间没能腾开手。简直勇者吗？你不好好的待在天外，为什么要打扰我的游戏呢？科尔达西克托利亚，我就知道，又是你这阴魂不散的家伙！玩笑到此为止了，可惜没能更进一步，不然你的表情一定很精彩。下次我会给你更大的惊喜。审判之剑！
您是米娅前辈队里的吗？这托利亚每天变着法儿整我，您有办法把他斩草除根吗？我无法追踪到他的本体，就好像他的本体根本不存在。Oh my god！ 你那是什么眼神？我现在的情况很糟糕吗？我去照照镜子。别，没事儿。圣光啊，听从我的呼唤，治愈这个被恶魔吻过的保安吧。抱歉，我的佩剑碎了，所以只能借用这把剑战斗。我给他加了个法阵，以后他就能靠太阳充能了。我叫亚伦，剑之勇者排行榜第48名的在职勇者，米娅的队长。多谢前辈。这种追踪不到本体的情况，我得马上回去问问其他勇者。前辈，你不走吗？你就不好奇吗？我堂堂剑之勇者，本命佩剑都碎了，你都不好奇为什么？我叫亚伦，长期在结界外的战斗，使我萌生了退休的想法，因此我盯上了无忧小区的保安。他能被星辰体系师徒还有米娅认可，绝对是个好人。所以我装作不经意提及碎裂的本命佩剑，想勾起他的好奇，让他劝说我退休，然后装作无所谓地说：“如果你能找来合适的继承人，那我就退休。”可没想到，这保安他是一点不按套路走啊！前辈放心，我会帮你保密，并留意合适人选的。修复。本次行动，您获得的报酬为1000。七阶恶魔太可怕了，有没有可能，我第一晚看到的魅魔就是托利亚变的？在荒野和城市袭击纪伯长的会不会也是他？万一我以后娶了老婆生了孩子，老婆突然现出原形，那可太可怕了。喂，执法队吗？我是无忧小区的保安，我想了解下魅魔收藏家的事儿。您的支付宝到账100贡献点。我操，多少？哦，原来是魅魔事件调查结束，执法队给我的补偿啊！还说真相非常糟糕，希望我不要有负担。负担？100贡献都够买我命了！感谢魅魔，赞美魅魔。魅魔收藏家并未来过无忧市，而是有一名偷盗收藏家身份的男性恶魔，接连在荒野和城市作案。收藏家从出狱后就一直没有露面，从头到尾露面的真的只是托利亚。外面的世界太危险，下回别说魅魔了，我亲爹啊不，太阳神来了，我都不可能放进来。让我进去，不然死。索命级也就50贡献点的选手，清洁队应该就能处理。收到呼叫，清洁队竭诚为您服务。该死！吸血藤，这是伟人研究所找我合作的那个目标吧？怎么被尸鬼吃了？研究所正在重整，我也忘了这茬了。还好清洁队是机器人，没有血，不然也挺麻烦的。亡灵系伟人报酬为90，植物系伟人报酬为10。明天你们就能在新闻上看到，各地伟人研究所遭遇大清洗，即将迎来重建。以后我们可能真的会和研究所合作，去抓捕伟人什么的。不愧是百事通，厉害！我操，兄弟们，我窗外好像刷了个 BOSS 级伟人，我先下了，以后再聊。我叫无知，外号百事通，是浩然市浩然小区的保安。浩然市得名于浩然宗创派祖师。不对，现在不是讲故事背景的时候。眼下，我到了职业杀最危险的时刻，伟人 BOSS 来攻门了。白哥，救救我！救救我！你进去，让我。收到呼叫，清洁队竭诚为您服务。你找死！你去，让我。
大胆妖孽，还不受死！即便以我金丹期的修为，想打破玻璃也得费很大功夫。这妖邪实力明显不弱于我，稳妥起见。浩然宗第78代弟子白浩然，有请祖师爷上身！妖孽，吃我一招！即便我是纯阳之体，承载祖师爷们的力量也有些勉强了。我堂堂金丹期大法师，头可断，发型不能乱，尤其不能让自家保安小弟担心。虽然被我轻易解决了，但对你来说却很危险。你可以考虑升级一下玻璃了。放心，白哥，我都懂。遇到神秘商人前，我肯定攒够升级的钱。好的，再联络。白哥就是白哥，太帅了！收到呼叫，清洁队别棚为您服务。本次行动，您获得的宝钞为90。不愧是白哥，花了半个小时才干掉的大头目，报酬居然高达90点。要是每天来一个，我不得接近恐怖的月薪3000了？莫非我其实天命在身？毕竟连传说级的伟人都让我遇见了。不行，我得赶紧上线炫耀一下，能拿下90贡献点的伟人，我也算一个传奇了。哎呦！我操！老祖救我！要我说，那帮家伙就是太过于谨慎了，非要搞什么无聊又没用的美人计。想进小区还不简单，直接把你杀了不就行了？混元乾坤小手。拜见老祖。别着凉了，身体重要。唉，每回都走这么着急，天外战场形势好像很严峻啊。变！变！变！还好没人看见，虽然不能变成战甲，但以后好歹不缺衣服穿了。本次行动，您获得的报酬为500。一眨眼，余额都2610点了。我愿用我挚爱亲朋手足兄弟罗米的20年阳寿和后半生幸福，换神秘商人带着折扣光临。欢迎鱼汤不好喝大佬进入直播间。我们的直播内容呢，正是最近最火的夜探荒野。涨吧，涨吧，涨的可不只是粉丝数，还有我光明的未来。担心我的安全。看来大佬是第一次进来啊。我白小生修的可是浩然正气，堂堂筑基期修仙者，横扫4阶以下的恶魔，不要太轻松好不啦？我操，什么玩意儿？大胆妖孽！混元手！老爸，小生不对，可能是伟人。熟人？是我众多亲儿子之一。你知道的，我是纯阳之体，老婆孩子多也比较正常。赶快让他离开，那帮家伙可追过来了，就算有我们保护，他也不一定安全。刚刚及时宣转了直播镜头，应该没人看到吧？老八？我受洛兄弟所托，过来帮忙清扫妖孽。你的实力尚弱，还是不要掺和。我操，高级货！这玩意儿在黑市至少能卖500贡献点，够买我命了！拿着它，赶紧跑！好嘞！
您二位注意安全。有个筑基期的小家伙跑了，要不要我去解决掉，省得麻烦？行，快去快回。灰狼呢？他说要去城里抓人质，要不我顺路把他带回来。哼，随便，人质和战斗力我们现在都不缺。这次我们不只带了人质，让洛阳不敢叫他师尊，还请来7阶恶魔吸血鬼伯爵助阵，势必要把洛阳的灵根废掉。干脆把他咔嚓得了，以后我们想干啥都会轻松很多。你扛得住他师傅一巴掌吗？你想死别拖累老子！动手！你个扁毛畜生不讲武德，那就别怪我放大招了。10日内，我白晓生所见弱者必帮扶，所见落水者必救，所见乞讨者必施，所见病患缠身者必治。这小子在用浩然宗秘法发宏愿借贷修为，必须阻止他。释放吧，我那澎湃和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妖力！拜拜了，傻鸟！我好像被这浩然宗的小子耍了。站住！3个月，为了逃跑，我未来要当3个月的大圣人，什么仇什么怨啊！混蛋！3年，我积累了整整3年的妖力，就这么浪费了！我活吃了你！怎么没法动手？原来是跑小区门口来了，那就等会儿再收拾你。既然排队进小区时无法战斗，那我就砸了玻璃，自己进小区。这怎么看着看着，我自己也进到直播里了？先叫人吧。来了，这家伙应该跟灰大狼实力差不多，可以先试试清洁队的极限。给我破！收到呼叫，清洁队竭诚为您服务。哼，一群废铁，欺负未化形的妖怪也就算了，还敢对血脉高贵的我动手，拆了你们！不对，是非有9分不能进。这帮清洁队手里的装备，怎么看上去都不便宜的样子？等一下，其实我有0.07%的人类血统，应该算人类。你说什么屁话呢？你好歹把你那个鸟头给收回去再装好不好？我怎么不能是人？对了，里面那个保安，让他们停手，我给你零食，很多零食，5000起步。区区500贡献就想让我出卖人类，也太看不起人了。妖邪系列伟人已被彻底清除，本次行动您获得的报酬为600。我其实是被那个妖怪追杀过来的。白晓生，男，20岁，修仙文明，和母亲一同居住56464927号房，玩直播的修仙者，筑基中期，修行浩然正气。虽然缺少一定的杀伐和攻击手段，但在驱邪除魔和治疗他人的方面有突出能力。你先施展一套浩然正气给我看看，然后再展露一下你的御空飞行，最后骂一遍托利亚，科尔达希克托利亚。要说他丑，说他蠢，说他没有幽默细胞，不懂娱乐，再顺便问候一下托利亚的父母和列祖列宗。可以了吗，保安先生？如果不够，我还可以继续再骂1小时。够了，白少侠，快收了神通回家吧，
你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厉害的网络喷子。这次状态不佳，好像没怎么发挥好。又见面了，尊贵的保安先生。不过这次只剩下了3样物品。首先是和我同款的空间戒指，售价50，然后是售价800的身份卡，能让你编写一个合法身份，可以骗过一些机器。好啊，原来伪造身份的卡片是你卖的。无凭无据的话可不能乱说。我看你的玻璃挺新的，应该是遇上高阶伟人了吧？这张没有标价的房屋升级卡，正好是您迫切需要的。房屋升级的好坏将取决于您的财富余额，出钱越多，装修的越好。还剩3200点，3样东西我全都要了。丁，刷卡成功。承蒙惠顾，本次升级我们将额外送您一系列娱乐设备。这里面就是商人赠送的娱乐设备，华国世界杯夺冠用球，背带裤练习生亲手玩过的球，价格不菲的鱼竿，以及玲珑仙子成仙后经常使用的抱枕，沾染了浓厚的仙子气息。哪一个是能在室内进行的娱乐项目？睡着了吗？也是，昨天发生那么多事儿，累了也正常。让你装逼，非得单挑2个6阶大妖和1位7阶恶魔，这下好了吧？伤这么重，不然怎么办？置之死地而后生，临阵突破一下，咱们不就赢了吗？明明刚认识的时候占上风的还是我，如今你都炼气7层了，我还是区金丹，这辈子估计只会被你越拉越远了。哼！我这不得回去疗伤了吗？你加油，突破到元婴，逆法炼气指日可待。你当元婴是大白菜，说突破就突破。话说回来，无忧小区的保安心性不错，我走之后，希望你能帮忙照顾一下他。这小事一桩，包在我身上了。那，告辞了。刚答应的是不是有点太爽快了？这小区风水太好，动辄来的都是6、7阶的老怪物，我小小金丹可罩不住。保安都是夜班吧？夜班的话，祖师爷们的魂魄在下面闲着也是闲着。爆炸性新闻不少啊！浩然市和无忧市之间的荒野发生大决战，伟人研究所宣布重建，魅魔转为友好阵营，长生市变异于肆虐，钓鱼协会会长吊炸天号召天下钓鱼佬共襄盛举。唉，先去深渊派对问问楚天回来没有。我操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我这是变成魅魔收藏家了？是魅魔！魅魔大人，请接受我的爱意吧！魅魔大人，我要跟你生猴子！这群家伙，魅魔的魅力有那么大吗？魅魔，你是老六还是小黄？我是中间人。看你这么着急，不会是在到处找楚天吧？不过你暂时应该没法收回那1000点借款了。你怎么知？你压百事通是吧？没法收回是什么意思？你有他消息？据可靠信息，罗米出现在了长生市那边的海域，手里还拿着楚天的保命道具1000桶。楚天大概率凶多吉少。罗米这家伙攒了多少请假条？这还没被开除出保安队伍，说明制度很有问题啊。据说罗米贪婪值破100，已经堪比半个恶魔了。如果楚天落到了他手中，那我们还是提前准备追悼会吧。楚天不一定要救，钓鱼活动也不一定要去，但罗米还是早点超度了吧。老规矩，遇事先摇人。喂，白主播吗？
我这边有个50贡献的委托啊，我想参加长生市钓鱼大赛，需要像你这样强者的保护。多少？义不容辞啊，大佬！既飘零半生，未逢明主，攻若不弃，既愿拜为异姓兄弟。祖师爷联络符，这什么东西？我是无忧市巡夜队人员长天，战斗中负伤，证件丢失，和弟弟同住，现在要回小区休整，你可以查看看。很抱歉，我不能放你进去。实际上，你弟弟昨晚已经死了，而你7天前在巡夜时遇上了伟人，已经殉职了。不，开什么玩笑！我才没有死，我弟弟也没有死。你这个恶心的保安，你就想拿我们的命换钱？为了保护人类，对抗伟人而死，死后也没伤害任何人，只是个想回家的游魂而已。常家兄弟因公殉职，清洁队送人轮回的过程太过于粗暴，这等亡魂交由我们来送如何？谁？我们是浩然宗的祖师爷，白浩然答应帮洛阳照顾你，所以让我们来帮忙。这活也能外包？等等，我先验证一下啊。老祖，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，可以信任，但是尽量少和他们聊天，别被他们带坏了。哎，老祖，祖师爷庇佑！好重的阴气啊！保安大哥，救救我呀！那这个就叫专业。你看那游魂走得多安详啊！确实很专业，隔着玻璃我都感觉自己快被阴气送走了。放心吧，孩子，等我们清算完他的功德，就会送他走相应流程，保他舒服。前辈，你们是人类联盟成员吗？是活人吗？为什么你们从地下来，而不是天外？ Long ago， 在巡夜队机制都没建立的动荡时期，伟人远比现在要猖獗。在夜晚保护城市的，就是类似浩然宗一样的势力。那个时代死了很多人，我们这些老家伙在死后放弃轮回，成为了阴差，在幽冥工作，用阴德换取资源，供给阳间。直到新时代来临后，各项机制建立，我们才半隐退了下来。前辈们辛苦了。不辛苦，为人类服务是应该的。别聊了，领导查岗了。你们还有领导？太阳神的朋友，不然你以为阴阶的编制那么好入的吗？好像有什么不对。我操，伟人收了，贡献点没给我啊！嘿嘿，还好我们小区来的伟人多，一会儿功夫又赚了1000多。嘿嘿，又有人来了。哎，我的衣服！哎，我的脑袋！精彩！这位不知名的蜘蛛先生，请问你来自什么文明？你有什么办法证明自己不是人吗？你好，人类，我是人，我的巢在里面，我是毕帕克，失败的 man， 我没有问题，我不吃人，让我进去吃几个人吧。这位蜘蛛先生，你再拿不出证据，我可就动手了。进去吃人！我一眼就看出你不是人。这是被玻璃震死了？入职第1天就听过的传说，终于让我遇见了。本次行动您获得的报酬为0。恶魔系列里4阶奖励1至9点，每高1阶贡献乘10，0贡献，那估计是个3阶以下的小杂病。罗米，能跨城市来长生市的保安贡献肯定不少，咱俩联合抢他们就跟捡钱一样，你为啥非得走不可？给我50贡献，我告诉你原因。给你，见鬼，40，不能再多了。这是混沌赌徒的运签，玄学道具，只要我们继续留在城市里，抽到的就全是下签，死路一条。只能离开吗？对，我试过了，只有我们离开这个城市，我们才能够……怎么回事？又是下签？可能是刚才没放好。只要我们离开这个城市，我们一定会安全的。我就说封建迷信这些东西不可信，我是说这个签筒它有可能是坏的，对吧？我今天的模型不过是会变换形象的幻魔，不至于害怕成这样吧，中间人先生。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想从你那儿订一套外骨骼，楚天应该跟你讲过。没问题是没问题，但我想去参加海钓，要不你过2天再说。你也想去救楚天？
不好意思啊，我先接个电话。没事，你先接。喂，太上祖师爷啊，对我小白。哦，鱼汤想请我去外地买套战甲啊，行，没问题，忙完这边我就去。打完了，那咱们继续斩妖除魔吧。好的。吸血鬼伯爵，挨了洛阳的混元乾坤手，你就算不死也得重伤。你用了复活类的手段。哼，说，洛阳那个混蛋在哪儿？我一定会把他碎尸万段。洛阳啊，他当然在。快看，洛阳来了！什么？你特么的敢耍老子！祖师爷，点子扎手，快请长生老祖出手！跑啊！你怎么不跑了？混元乾坤手，洛阳，这次我有经验了，今日我就硬扛一记你这高仿混元乾坤手，为恶魔徒劳的开上一个先例。完了，这次好像是正版。谢谢你了，鱼汤。这回要不是你叫来长生老祖，我指定交代在这儿了。白前辈太客气了。对了，去回炉石代购的事儿，祖师他们跟我说了，我回家休养2小时，就马上出发。那就麻烦前辈了。小友啊，我看你很顺眼，你这天赋也不是不能凑合。有没有兴趣加入浩然宗呢？万年传承，祖师爷亲传，来我这儿选我。就算踏入不了修行路，练浩然正气也能修身养性，强身健体，了解一下。还有读书写字、斩妖除魔2条修行路线可选，而且养出浩然正气后，你就能跟白浩然一样请我们上身了。我学。不过以你的凡人之躯，即便请我们上身，实力也在筑基期之下，明白吧？星辰体系的筑基。你在想屁吃？你知道道长生当年筑基的时候，那场面有多毁天灭地吗 ？Long ago， 在天外结界初见，人类文明融合伊始的时候，道长生还是个小孩子。精彩！原来道长生老祖的故事这么狂拽炫酷屌炸天。长生氏本来在内陆，居然是老祖突破筑基，与无数伟人强者交战时，一巴掌把山脉拍成盆地，引起海水倒灌才形成的。别感慨了，功法传给你了，你慢慢练着，我们去加班了。这浩然正气好啊，读书明理就能修炼，就是不知道看网文能长多少修为。我操，跑趟腿而已，居然给了180点路费。形象，我得注意形象。那我就出发了。祖师爷，像白前辈这种金丹圆满大修士，平时的收入是多少啊？不清楚，不过他是纯阳体，老婆孩子几十个，钱总是不够花的。那就明早开始，请假1天，等白前辈回来就出发。小的们，本王醒了，速速前来集合。虽说我当年受重伤后得力干将跑了不少，但总不至于连个化形期的手下都没有了吧？金翅呢？银翅呢？灰狼呢？什么时候你们这几个小妖也能服侍我了？回大王，几位大人都出事了，其他小妖都跑了，就剩我们了。大王，就剩我们了，大王。胡说八道！我才睡了几天，怎么可能出这么大事儿？我叫巨象妖王，50年前被无忧氏镇守无忧重伤后，一直潜伏至今。为了报复无忧氏，我做了无数准备，布下一盘天衣无缝的大棋，然后准备养足精神，大干一场。谁知道一觉醒来，小妖们说我的计划还没开始就已经失败了。说，金翅他们到底怎么出事的？我们进攻无忧氏的计划被一个人类给干扰了，金翅大人前去讨伐，被反杀了。不仅打扰我的计划，竟然敢杀我的人，这么嚣张！他是谁？我弄死他！洛阳。下回一口气说完。
那要做开战准备吗？先不着急，他们为什么要去动洛阳？而且洛阳应该杀不了他们吧？他师傅出手了。灰狼和银翅大人死在了保安手里，金翅大人想屏蔽天外信号，废掉洛阳的灵根，没想到洛阳临阵突破。他们还分开了。恶魔族那边呢？没反应。恶魔族派了个史莱姆进城，结果被执法队当场枪毙，都上报纸了。还派了个七阶吸血鬼助阵，被混元乾坤手拍死了2次。好一个洛阳，好一个无忧保安，欺妖太甚！当我巨象妖王是吃干饭的吗？听我号令，聚四方之妖，以我妖王之名重整旗鼓，备足装备和粮草。今晚夜色可能不错，带上新的弟兄，我们连夜搬家去寒冬市投靠我干爷爷混元乾坤手。呵，狗屎！我就不信他们能追过去。S 级战甲就是帅啊，起码遇上6阶恶魔也能有来有回了。而且看了半天战甲说明书，我的浩然正气竟然也入门了。这就死了？这都3点了，放以前上5个小时班，不知道要遇到多少 BOSS 和精英怪。现在就来个这，总不能所有有头有脸的伟人全都搬出无忧室了吧？这情况很像是要刷大 BOSS 了。别藏了，出来吧。什么？被发现了？堂堂巡夜队队长被这种小妖给难住，你也太废物了吧！走后门进的。狗屎！那可是堪比7、8阶魔的反祖奇大妖，你牛逼你上！这片区域的信号被雾气屏蔽了，我无法呼叫人类联盟。我操！你不早说！伤了我就想走？你们还真是不把我放在眼里啊！如果你还有什么手段的话，麻烦现在快用，要不然咱俩还是自己动手比较好。我试试。听说巨象妖王在连夜搬家，我出关想捞点好处，没想到在一个小恶魔手里抢到了能屏蔽天外信号的魔网技术。手握魔网技术，又没了压制我的妖王，以后无忧室的规矩就是老娘说了算。别杀我！我是执法队队长，他是巡夜队队长，我们一个管白天，一个管黑夜，留下我们给你当小弟，你办什么事都方便。这就是你的手段，不然呢？有道理，高端伟人都会扶持人类作为小弟，我们2个应该配得上您的身份。你们就这样背叛了人类？活命吗？不寒碜。不相信的话，您可以和我俩签订契约啊！对对对，你们说的也有道理，那就签字吧。2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。大胆妖孽！什么？受死吧！你脑子真快，居然想到我们和官方签过终生契约，不许在外界兼职。这招风险太大了，要不是负责签约的这位浩然宗大佬从不滥杀无辜，我们就死了。不对呀，按剧情发展，指定有个 BOSS 出现的，怎么会没有 BOSS 呢？编剧会不会写故事啊？终于轮到我了。这就是无忧小区，我守护了这么多天的地方。业主出门出入平安，工作旅游早去早回。无忧市综合治安管理局提醒您：安全无小事，外出请保管好随身财物，注意自身安全，警惕陌生存在，小心身边的伟人。别看了，从外边什么都看不见的。
两位主播久等了，我是鱼汤不好喝。我最近发了笔意外之财，买了件能扛6阶恶魔的正版勇者装备。老板您就放心吧，我突破筑基后期了，但我最近的状态有些特殊，希望走路时能避着点人。那我们就出发。在这片土地上，人类高度统一，无数文明的火花与此碰撞，光是想想就……劳烦稍等，我去解决一下。我就知道，一出门就得遇上这种事儿。都解决了，走吧。这一路救了俩跳楼的，3跳河的，还抓了一个强盗。明天肯定能在报纸上看到你，热心市民白先生。我最近本来不想出门的，要不我把钱退你吧？那倒不必，我只是希望下次有这种露脸的事情，你可以把我们也带上。就是，我毕竟也是个实习勇者，也给我留点做好人好事的机会嘛。好吃，好久没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了。吃啊，你们怎么不吃啊？老板，你胃口真好，吃吃吃。飞艇即将在长生市降落，到达目的地的乘客，请带好随身物品，做好身份验证准备，准备下艇。长生市综合治安管理局提醒您，请保管好随身财物，注意安全，小心为人。别那么紧张，我不就是搭了个便车吗？这也不能怪我，我没有愿意为我买票的朋友，你们也不愿意给我免票，我很可怜的。期待着下一次相见。欢迎光临，我是服务生小爱，有什么可以帮助你们的吗？她是机器女仆，是这家餐厅的特色。小爱同学，请帮我们团个超级豪华至尊拼好饭套餐吧，谢谢。好的。老板小心，有情况。吃个饭而已，竟然有人劝身为高贵保安的我排队，我心情不太好，你们最好别惹我，有好吃的赶紧给我上。还有无关人等，快点滚！保安，他是这样的人物，怎么会来这里？欢迎光临，我是服务生小爱，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？我要吃的，你听不懂人话不是？你他妈是伟人吧？住手！放开那个女孩！一个小修士而已，居然敢惹我！你信不信我嘎了你也顶多赔点钱？我不管你是保安还是什么，想吃饭就老老实实的，并且要向老板道歉。不错，你很不错，正好。我还觉得这闹得不够大，就拿你来开刀吧！这是我干的。祖师爷，还愣着干嘛？过去揍他，问问他有没有同伙，由我们提供力量，你只管用力打，保证他不会有伤。遵命。大哥，我错了，大哥，求求你别打了，那里不可以！这位不知名的修士，你不跑吗？你要跑，我们可能追不上。对方在店里闹事，我尝试阻止他，是他先动的手，而且他也没有受伤。是这么回事儿。保安也得遵纪守法，你很不错。想加入的话，执法队大门随时向你敞开。原来如此，罗米去飞艇了。这个冬日是想引起官方注意，好保护他的安全。我离开车站的时候把全场都鉴定过了，没有罗米啊？难道他在搞什么大阴谋？我能杀你而没杀，算不算救了你一命？为了报答我的救命之恩，就麻烦你贾廖尔帮我钓个鱼吧。听说扮恶魔最适合打窝，就让我们联手钓一条100万斤大鱼吧！执法队那边查出来，冬日联合另一个保安
想坑害其他保安，这件事情太大，已经上报人类议会定夺了。谋害其他保安，这个叫冬日的死定喽。给定了个人类安全罪，先开除，后枪毙，一粒花生米是少不了了。冬日的那个同伙呢？有消息吗？说是逃向了飞艇那边，可是飞艇的机长和副机长，他们都声称没见过。他俩这是顿悟了。混元乾坤手！何等惊人的天地之力！我感觉我的世界亲和又提升了好几个百分比。感谢，好惊人的一掌！我的金丹之路再无瓶颈。感谢前辈指点。对，感谢老祖。小友啊，你悟到什么了？说出来让我们参谋参谋。你们故意的是吧？哟，帐篷都搭起来了，这群钓鱼佬看来实力不错啊，这是准备夜钓啊。嗨，鱼汤兄，他们是我联系的本地钓鱼佬博主，这位是季伯长，这位是白小生，你们应该都认识。两位就是区区魅魔季伯长和宏愿网贷白小生，大网红啊，久仰久仰。在下空军佬，炼气9层的修仙者。自我介绍一下，钓鱼主播爆肝，D级基因战士，力量和防御双 D。我是段宪，半部宗师武者，不过我主修轻功，不太擅长打架。3个人实力很平均啊，战斗力都约等于3阶恶魔。我们找到了个好钓位，走，就在那边。那边有人了，而且好像上了大鱼啊！保护鱼老板！抱歉抱歉，没注意到。作为补偿，这个钓点就给你们了。我们也要去换贡献点了。万斤大鱼啊，10个贡献，发了发了！那里面是不是有个纸条？这要找执法队吧？啊，看看写的什么？陈胜王，什么意思？大楚星，陈胜王，这是只有蓝星人懂的暗号。而且，纸条背后画的应该是个藏宝图。我进去看看。我进去吧，我的功法自带照明，说不定里面还有什么容易被忽略的东西，小心点儿。牵扯到伟人研究所，上报吧。执法队人手不够，这件事由钓鱼协会接手，贡献我们照给，但这件事希望大家保密。既然人都走了，那我们就开始钓鱼吧。那好吧，好吧。我这是变成了一碗鱼汤。你知道百事通在哪儿吗？百事通在交易区，好像在和老六谈事情。啊，是中间人来了，难怪大老远就闻到了海量贡献点的味道。我大概也许找到楚天的消息了。你们能看懂这图画的是哪儿吗？这个坐标怎么看都不像是小岛啊。执法队在楚天失踪那个荒岛上查看过，没有找到人。或许海水下有洞穴之类的地方。那还是先找执法队看看吧。行，外边好像有情况，我先下了。我操，那是什么东西？那是由鱼人发动的海啸，这帮家伙也真是疯了，竟然敢主动搞这种事儿。这样啊。
知道了。我有战甲，逃走很容易，但海边其他人就危险了，还是得阻止一下的。诸位同僚，今日老登已死，我为新余王，我将履行承诺，带你们攻上大地。王子啊，不对，王，我们这样真的好吗？外面的人类报复我们怎么办？哼，永远不要质疑为王的决断。这片海域的天地之力浓郁，海啸翻腾之极，信号根本无法传递。陆地上的人类弱得可怜，等人类联盟反应过来，我们已经杀完、抢完、吃完，带着这份名望回到了深海。等待我们的将是更高的地位，更多的资源。你听，就连大海都在与我共鸣。人类在我9阶的恐怖实力下颤抖吧！呜哈哈哈哈哈哈！王，你等会儿再笑。你看看咱们头顶上那是啥？那好像是个人的手。放弃吧，没用的，这是命运，这是惩罚，这是愚人神的审判。什么？愚人神，你我的霉运，全都是愚人神的诅咒，都是因为我背叛了族群。你，是的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个表情。我只是一个肮脏的伟人。你是谁？长生海域，愚人国的2王子。从和你认识起就是。本来我和我父王一样，都是中立阵营，只想在海底安安静静生活。因为遭到大王子的排挤，我便带着族中至宝上岸，伪装成人类，想要转换一下心情。然后，钓鱼佬主播在海边悟道后，出发去深海钓最大的鱼。我就顶替了他的身份，扮演起了人类。我认识了包括你在内的很多人类。再后来，大王子阴谋篡位，派人来杀我。我去找他，告诉他我无心称王，却被他囚禁起来。没想到你居然会来救我，你一定很失望吧？冒着生命危险救出来的人，却是我这样一个假冒名号、贪恋人类生活的肮脏愚人。你有鱼竿吗？我也悟了几招钓法，你要不要看看？有的。这是我观察其他钓鱼佬钓鱼悟出来的，一共有7招，我挨个演示一遍。钓法第一是勇者，如人类勇者一般，我绝不后退，绝不害怕任何挑战。钓法第二是修仙，如修仙者一般，我共鸣天地，不屈服于命运。钓法第三是练武，如武者一般，我将每一分力运用到极致，开辟新的道路。钓法第四是基因，如基因战士一般，我拼尽一切解除枷锁与限制。钓法第五是异能，如异能者一般，半生灾厄，却能将其化为自己的天赋。钓法第六是伟人，我知道自己非人，我无可回避，我无法回避，我非人，我是伟人。钓法第七是你没事吧？第7式，大概是我一辈子也用不出来的招式。这招名为人。芸芸众生没有踏入另一片天地的资本，他们充当着这个世界的背景、齿轮、螺丝和砖木花石。归根到底，修士还是人的一员。6式钓法让我看尽了人类人间，我能模仿他们的力量，却终究只是模仿。我贪图人间的美好，甚至不惜欺骗自己。可我只是个愚人，我不是人。老祖威武！不是，刚刚海上是不是出状况了？是我眼花了还是怎么着？你不会是又悟了吧？
听说一些天赋不错的人能在海域多次感悟。哈哈，我上鱼了！给我起！谁来帮忙啊！这条鱼至少3000斤起步。没空，我也上鱼了。可恶！不要小看我食鱼仔垂钓生涯的磨练啊！什么？我操！这一招是我观摩汽车拔牙时领悟出来的招式，利用极致的速度转化力量。我的背我的背啊！造孽啊！白兄弟要是不用还债，光这一天干的好事儿都够功德成圣了。你们别真上头了，钓鱼而已，偶尔出现几次空军的情况也很正常。你还没上鱼吗？我怎么感觉你那边一直有动静？你听错了，我这是第一杆，这回是真的来了。这里怎么这么多易拉罐？算了，不重要。鱼呢？大鱼呢？鱼，哦，在这儿。这个嘛，小小的也很可爱。贡献是换不了了，没白来啊，当个纪念品养起来也不错。去，有鱼上钩就不错了，好歹是一个好兆头。有条万斤的鱼，大鱼咬我的钩了！区一条鱼，看我不下去活捉了你！为了正义！真怀念啊！当年我也是从一个小渔村里走出来的，没来迟吧？解决了。区5阶恶魔，难道还想让我用2招吗？托利亚的事情我还在查，不过知道他的老前辈们都在战场深处，得再等等。这条怪鱼要是托利亚搞的，那我的长生世之旅途最好现在就结束。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，那条大鱼恰好被一位路过的野生大佬顺手解决了。我看今天也不太适合钓鱼，就先到这里，大家回去吧。长生海域磁场大变，钓鱼活动暂时停止，请各位钓鱼佬迅速离开海边，迅速离开海边。算起来，这可是老祖第2次对这地方下手了。搞什么？我刚钓到了一条2000斤的鱼啊，怎么就出这事儿了？那算什么？我打窝的时候看到了一条1万斤大鱼，可惜那帮神仙打架，我们难受。钓鱼论坛发新消息了，钓鱼协会会长钓炸天借钓鱼大赛获取变异鱼肚中的违规品，被热心群众检举后，目前已被停职。副会长尼古拉吊嗣暂代会长之位，承诺2小时后重新开放海滩，钓鱼活动继续。长生市保安楚天在海底洞穴被救援队发现，成功获救，楚天得救了。海啸被镇压后，相关部门在一条100万斤死鱼口中找到了犯人冬日的同伙幸福小区保安罗米的尸体。有人看到一位疑似伟人的神秘男子与该100万斤大鱼搏斗，并和大鱼被从天而降的巨手一并拍死。罗米死了，楚天得救了。虽然我好像什么都没干，但最终又好像什么都干成了。总而言之，也算是好事一桩。我操，好臭啊！这是什么玩意儿？是钓鱼协会的。这条变异鱼腐烂得太快，有些异常，他们准备研究一下。该死，这条大鱼被魔力污染了，它要变成猎魔了。我突然想起家里的煤气忘关了，情况紧急，就不和你们一起坐飞艇返程了。雇佣费我会照付，建议你们做一个全身清理再回家，以防被什么脏东西缠上。
唉，还好有老祖之前给的传送符。宅男好啊，保安这工作最适合我了。楚天约我派对见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我以后将作为一名主播，向公众直播保安的日常。虽然前几位保安主播下场不太好，但这行利益确实很大，以后我也可以多多资助大家。为了保险起见，以后我就要退出派对了。稍晚些，我也会向所有保安宣布这个消息。哎，既然你决定了，那就祝你平安。谢谢。另外，在我返回安全屋前，一个主张和伟人合作的保安势力找上了我，我准备将计就计，希望你们有谁能跟我一起卧底。前辈们，人类联盟对于不良保安组织，真的就不管吗？人类联盟不干涉世界运转，保安权力在结界内至高无上。这东西你保安手册里不是都写着吗？那你们知道请假条怎么获得吗？我可以让白浩然帮你联系一下合欢宗，你配合那边进行一些功法实验就可以。耽误时间久的话，就有机会拿到请假条的。哎呀，你们打我干什么？叫你乱说，合欢宗是能随便提的吗？合欢宗不是好地方，就算忍不住，偶尔去1-2次也就行了，可别沉迷。唉，你们慢慢打，我先练会儿气。只要杀死一位保安，我就能通过制造恐慌，从灾害级进阶为现象级。听我号令，目标无忧小区。又来了，被一个敲门鬼搞出这么大阵仗，这伟人研究所还真会捅娄子。保安，保安，赶快开门！嘿，好家伙，长见识了，见到真的百鬼夜行了。小友且慢，这么多亡魂，清洁队出手大概率会波及好鬼，而且也只能处理小区门口。不如让我们这样更专业的团队来处理，保证能让全城的亡魂吃喝玩乐一条龙，末班车直达幽魂。怎么没反应？是我今晚状态不好吗？小鬼，你与幽冥有缘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好重的阴气！妖魔鬼怪，快进来！妖魔鬼怪，快进来！敲门鬼不是在云海市吃低保吗？好端端怎么就死了？我本来很看好他进阶现象级的，是不是因为云海市太内卷了，离开以后出了意外？别废话了，敲门鬼去了无忧市，还闹出了不小的动静。目前百鬼夜行，到处都有亡魂作案，敲门鬼算是我们的半个同僚。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，只会让别的圈子笑话。所以，要打过去吗？要打架的话，我退出。无忧市多少沾点邪性。妾身最近脑袋进水，不宜远行，需要找个地方烘干一下。那我辛苦一点，用鬼火帮你好了。哎呀，我头呢？我头呢？一群废物！要是真让外界小瞧了我们，咱们连这片鬼窟林都守不住了。那您的意思是？打过去有点极端，但露个面总是要的。你们好好在这看着就行，安心等我回来。鬼王大义！鬼王万岁！老大牛掰！哎，你加油！哼，跟你们这群虫豸一起，怎么能搞出大事？这氛围不太对吧？那些鬼手好重的阴气，连我都感觉到了危险。百鬼夜行有这么厉害的？要不我找个地方留个名就走吧。哟呵，还有金卡！
我操！小鬼，你与幽冥有缘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这乞丐手里的签筒看着有点眼熟啊。睡到下午才起啊，我的保安同事，我叫牲口，蛮兽小区保安，也是伟人乐园的饲养员。我带着诚意而来，想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组织。伟人乐园扩张的挺快啊，不过找我这种萌新保安入伙，倒也顺理成章。我不了解你们，为什么要加入你们这莫名其妙的势力？你大概很享受现在的生活。当夜晚来临，你可以随意决定屋外之人的生死，让他们自扇耳光，让美人脱衣献媚。可是你迟早会厌烦，这个世界很精彩，你应该想着变强，将伟力归于一身，才是最棒的乐趣。我挺满意现在的生活，如果你没什么事的话，可以离开了。你总会有外出的需要吧？你们这种小地方可能不太清楚，但我可是接触过真正强大的伟人，足以打破玻璃的那种。尽管这种伟人都有高智慧，不会随意露面，可你就能保证不会遇到？伟人乐园懂得和伟人联手，掌握更多的财富，获得更强的力量，我们才是这个世界的主流。你应该懂我的意思。我给你的论坛号发了一个链接，不管你什么时候改变主意，都可以随时加入群聊求助。这牲口这副嘴脸真欠揍啊！不跟举报一手，实在对不起我热心市民的名号。又到上班时间了。石破天，元婴期魔修，通缉犯，极度危险。贫僧听闻无忧是百鬼夜行，本意是为超度亡灵而来，可似乎来晚了。你是通缉犯？不错，是贫僧佛法不精，入了魔道。善哉善哉。你进小区想干什么？夜深了，总要寻个落脚地暂住。若是阁下不愿，贫僧在外面落脚一晚也无不可。我是不可能放一个通缉犯进小区的。其实我跟执法队那边挺熟的，你要是自首的话，可以争取一下宽大处理。牢狱的确是个悟道的好地方，但贫僧在那边的感悟已经到了瓶颈，这也是贫僧出来的原因。那，你还会继续杀人？这天下有好人，有坏人，有人类，还有伪装成人类的邪魔。贫僧想去都见一见。如果阁下阻碍，贫僧应当会动手，一动手就会有人死。那就这么着吧。收到呼叫，清洁队竭诚为您服务。是如此，应是如此。驱邪之物能驱散魔功，却驱散不了贫僧的佛心。你做了什么？哼，传了些佛法，他们悟了。那个世界或许不存在于现实，但切实存在于他们心里。强化玻璃 Plus 版，喂！一个1000贡献内水准的选手，这么能装逼，说不定不用老祖出手，我自己都能拿下重伤状态的他。原来如此，是这样。石破天，魔修化神期，于无忧小区门口悟道，心所异动，一念化神。老祖救我！混元乾坤手，天地，原来如此。一念化神后，
观混元乾坤手有所感悟，心神归一，灵肉合体，晋升合体期。善哉。化神合体还没完，现在又渡劫期了。这光头有挂吧？我是有多想不开，居然想过亲手拿下他。这天劫你渡不过去的，现在放弃渡劫，还能保全魂体，下去赎罪。逝者已逝，哪有什么赎罪一说？千万年的偿还，也比不上天劫下的丝丝雷光。贫僧一朝入魔，有愧天下，自当魂飞魄散。天外战场最近安分了许多，我要外出一段时间。这段时间我会托一位朋友帮忙关注你。你要外出了？我需要寻找一颗合适的恒星，突破金丹期。完了完了，老祖不在，我的大腿没了。什么话？什么话这是？他只是出个远门而已，没了他，还有我们呢。勇者的呼叫可能延迟，你们出手有限制，还拿不到贡献，怎么能够跟老祖比呢？怎么说的我们跟废物一样？再怎么说，我们也是可以依靠的靠谱长辈。本次行动，您获得的报酬为锦旗。什么？那可是个渡劫期，给个锦旗算怎么回事啊？别走啊，我贡献呢。锦旗虽然只是个装饰品，但却只有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才有资格获得，可以在任意一个小区永久免费居住，过2天就会快递过来。我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保安，要这权限有啥用啊？前辈们，你们知道玲珑仙子吗？这你可问对人了，500年前成的仙。那这个抱枕，该不会真是个仙器吧？是真货，别说抱枕了，玲珑仙子还卖过肚兜、丝袜什么的。她就喜欢看一群变态对她求而不得的样子，为此甚至不惜修炼成仙。我们里面有个她的追求者，是谁我不说。喂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只是把她当妹妹看待，你们这些人乱想什么？我跟你们拼了！你们慢慢打，我先睡了。所以老渔人王死了，鬼窟灵鬼王也死了，你是不是在耍我？我特么才睡了5天，不是50年。启禀尊贵的冰雪女王，这些消息千真万确。还有魅魔，收藏家海伦还第一个持证开店了，比针尖还真。那倒也不奇怪了。话说海伦在哪个地方开店？我抽空去光顾一下。在无忧市。无忧市，鲜血魔王陨落的那个城市，顺路去见一见巨象妖王也行。那个巨象妖王不在无忧市了，他去寒冬市投奔干爷爷了。事情是这样的。这都什么破事？还有什么有关我们北境13位王者的消息吗？有传闻说不灭魔王托利亚复活了，外界还传闻您跟魅魔一样早早投靠了人类，并以人类形象生活了许久。假新闻都是假新闻，说好了中立，那我就一直是中立，我怎么会投靠人类？他们有证据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我就算梦游，也不能跑回卢氏那么远吧？百鬼夜行，天劫降临，这么多大动静搞下来，周边的伟人们应该安分一段时间吧？周边势力出现空白，总会有新势力填补进来的。填补也需要时间的嘛，我忙了这么久，也该进入慢节奏生活了。那就好好休息。祖师爷，祖师爷们在吗？回个消息啊！我这里好像出了一点问题。我是在做梦，我是在做梦。
你是在装睡吗？仙子请自重。你抱着我的抱枕睡了那么久了，怎么反倒抗拒起我本人了？这位仙子，我就先当你是玲珑仙子。我能知道你来这里有什么目的吗？大龄侍女突然想吃点嫩草，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吧。而且有没有人说过你的味道很棒，像是太阳？仙子，看你这反应还真可爱。算了，不闹了。是有位朋友托我来找你的。是老祖托您过来的。如果你口中的老祖是指道长生，那没错。多谢老祖，也多谢仙子。我这里暂时没什么危险，劳烦仙子特意过来了。你不欢迎我吗？怎么会呢？只是看你们这些强者都那么忙，难道您不需要回天外战场吗？长生没跟你讲过我的事吗？太难过了，枉我曾经对他一往情深呢。当时他刚刚褪去少年之疾，筑基成功，我也立誓，愿为了他，从此做个清冷女修。仙子别说了，老祖的情史你敢讲，可我不敢听啊。